今天啊是2月1号，1月份刚刚过去啊。就在2026年1月份，从外交领域来看啊，应该说是北京风光无限的一个月。先后有5位西方国家的元首啊接踵访问北京，都有哪5位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啊。1月4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北京，是国事访问啊，一共在北京待了3天的时间，跟习近平秀自拍啊，用小米手机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韩国虽然说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东方东北亚嘛，跟中国是非常相近的国家，但是从政治格局上，我们一般都是把韩国当作是西方国家，也包括日本啊。虽然说在地理上跟中国很近，但其实在政治亲缘上跟中国很远啊，属于西方阵营。像那个日本还属于 G7 俱乐部中间的一个成员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在1月4号，爱尔兰总理呢马丁也是访问北京。这爱尔兰总理啊，其实访问北京呢也是一件大事儿。为什么呢？这爱尔兰这个国家已经有14年的时间，这政府首脑又访问过北京了。所以你想想，时隔14年访问北京啊。第3位呢，就是1月14号到1月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北京。这加拿大那也是8年的时间里头啊，他的元首没有访问过北京了。时隔8年访问北京，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访问啊。那么1月25号到1月28号，芬兰总理访华，然后是1月28号到1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访问北京。这斯塔默访问北京啊，也是英国首相时隔8年对北京的访问。那么中国的国家元首啊，访问英国那都是2015年了，当时大家可能还记得，跟着英国首相在英国的居酒屋里头啊，2个人吃炸鱼薯条喝啤酒啊，然后呢当时习近平在唐宁街10号门前举行记者招待会，那英国的记者就问习近平 Why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ritish public should be pleased to do more business with a country that is not democratic, is not transparent, and has a deeply, deeply troubling attitude towards human rights? 人权保障啊，就全世界来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国家都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人权工作，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而在人权问题上，我想最大的发言权还是各自所在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所以你看到了吗？1个月的时间里头啊，有5位西方国家元首访问北京。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啊，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30年的时间里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其实往前再推一点也没有啊，你推到1986年也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过去啊，这个中国啊搞一些外交盛会，你比如说奥运会，08年奥运会，包括2022年的冬奥会，是希望很多国家的元首都来捧场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到中国来给中国捧场的国家都是谁呢？普京嘛，中国人的老朋友，然后再加上中亚的几个国家，再你比如说北朝鲜，还你比如说非洲的一些哥们儿啊，这都是中国一般来说国家盛典上啊出现的常见嘉宾。西方国家啊很少给中国捧这个面子啊。那最近这些年啊，西方国家元首齐聚中国啊，都是什么时候呢？你就比如说开 G20 峰会的时候，2016年杭州，那当时很多西方国家的元首都来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国家元首来中国，人家不是来中国进行访问，他只是参加国际多边会议。那虽然举办地点在中国，但是他其实就是在这开会。所以呢，中国领导人未见得跟人搞双边会谈，也未见得搞峰会，同时呢，双方也没有对等的一些外交礼仪啊等等，这都不存在。所以说，从外交角度来讲，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从来没有迎来过这么多西方国家的元首啊，这么密集的时期来访华的。如果大家把时间啊再拉开一点啊，去年年底，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也访问中国，然后西班牙的那个国王菲利普6世也来访问中国。你可以看一下，这 G7 俱乐部的大部分国家都来中国访问，这是一个特点啊。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次访问中国的这些西方国家啊，它都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头跟中国的关系不太好。你比如说韩国，对不对？韩国当时啊，因为萨德事件，中韩关系就急剧恶化，跌入了冰封期啊。
所以韩国总统没有访问过中国，中国的国家元首已经很多年没有访问过韩国了，还对韩国进行制裁啊。韩国的那些超市在中国都办不下去了，都退出中国市场啊。那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那孟晚舟事件是吧？那之后中加关系也跌到了谷底。那3年前，习近平在那个 G20 峰会上遇到了特鲁多，当时习近平就训斥特鲁多，他说：“你看，国与国打交道不能这样，是吧？你怎么能把我们私下谈的内容都直接告诉给媒体了呢？”不合适。Everything we discuss is then leaked to the paper. That's not appropriate.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And that's not how the way the conversation was 如果 conducted. 有诚心，咱们就用一种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If there is 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特鲁特当时啊，当然一脸惭愧，说啊，这我们坚持这种外交原则。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当时跟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什么程度。还你比如说英国，英国啊，自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之后啊，那中英关系啊，应该说也跌到了谷底。同时呢，英国对中国抗议嘛。Mr. Speaker, what message might the Prime Minister have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following the passage this week of China's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We stand for rules and obligations, and we think that is the soundest basis for ou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nactment and imposition of this national security law constitutes a clear and serious breach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说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被架空了，历史文件不存在了。那么英国觉得他对香港怀有道义上的责任。那英国当时给很多香港人提供那些护照嘛，所以香港的很多人就直接移民到英国去了嘛，所以中英关系也非常紧张。所以你看到了吗？就近期，接种访问中国的这些西方国家啊，它不光是在西方阵营中间比较重要，同时也是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跟中国关系不太融洽的西方国家。那我们紧接着就问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让中国跟西方这些主要国家的关系啊获得了极大的改善？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呢先就这个1月份啊访问中国的几个国家啊，它跟中国之间都达成了什么协议啊，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加拿大的总理啊卡尼访问中国啊。卡尼访问中国啊，应该说啊，这双方啊达成了比较重要的经贸领域的合作。首先呢，加拿大呢取消了中国的电动汽车的附加关税。大家都知道，2024年啊，拜登政府就宣布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展开这个特别301条款的调查，理由就是中国家给这个电动车行业补贴啊，所以中国的电动车卖的这么便宜，所以美国就说了，电动车绝对不能进入到美国市场，进入到美国市场的话，加征100%的附加关税。它加征完了之后呢，加拿大当时因为是美国的小弟啊，就直接跟着美国也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了100%的关税。那么这一加征100%的关税，等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啊进入加拿大市场就没戏了啊！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在加拿大市场一共卖了41700辆的电动汽车。这41700辆的电动汽车里头，主要是特斯拉，因为特斯拉也分很多地方生产的嘛，比如美国生产的，还有中国生产的。其中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呢，成本最低，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从加拿大进口的特斯拉，并不是从美国本土运到加拿大的，而是从中国运到加拿大的。因为从中国运到加拿大都比美国运到加拿大成本还要便宜。然后还有中国当时有个电动车的品牌叫极星，所以在加拿大卖的挺好。你看这量不是很大，4.17万辆啊，但是它有个数据啊比较惊人，就是它跟2022年相比啊，同比增长了750%，也是爆发式增长啊。那么结果在2024年一下子加征100%的关税之后，中国电动汽车基本就熄火了啊。那这次谈判的结果呢，就中国的电动汽车在加拿大呢，关税重新降到了6.1%。这6.1%啊，就是原先中国进入到加拿大电动汽车的关税，所以恢复到了此前的水平，是一个最惠国的待遇啊。China's strengths in electric vehicle sector are undeniable. China produces some of the most affordable and efficient energy efficient vehicles in the world. And in order for Canada to build our own competitive EV sector,
we need to learn from innovative partners, access their supply chains, and increase local demand. And to help deliver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se partnerships and bring down costs for Canadians, Canada has agreed to allow up to 49,000 Chinese electric vehicles into the Canadian market, with the most favored nation tariff rate of 6.1%. This is a return to the levels that existed prior to recent trade frictions. 那么同时呢，加拿大给中国的电动汽车制定了一个配额，就4.7万辆。这4.7万辆啊，按年逐渐增长，到2030年之前呢，达到7万辆。其实这4.7万辆是大致按照2023年和2024年，如果不制裁，到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在加拿大大概能卖多少辆的这个水平。然后呢，就我说了，2023年到2030年的时候呢，整个这电动汽车的配额呢，大概就是7万辆。加拿大的汽车市场呢，一年大概卖190万辆汽车，它的这个汽车啊，基本上是美国品牌的汽车一统天下。美国的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啊，在加拿大都有自己的这个生产的企业，每年大概啊，就是能生产30万辆，就是每一家企业能生产30万辆，那也基本上是美国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汽车市场。就包括电动汽车啊，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不是很发达啊，一年大概卖11万辆。那你想想，过去中国电动汽车，你就算是卖4点几万辆，也不到一半的份额啊。主要的电动汽车也是来自于美国的，福特啊、通用啊，他们也有一些品牌啊。那么这次啊，就是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关税下降之后呢，那就立刻引起了美国通用汽车的不满了。他们就说这很危险，但是加拿大你不应该这么搞，为什么呢？这中间有一个条款，加拿大就说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其中有50%价格必须低于3.5万加元。你想想，欧洲跟中国谈判电动汽车的关税，都是讲你的电动汽车的价格不能低于多少，你低于的话，那我们欧洲的电动汽车企业不就没法活了吗？你中国的汽车便宜嘛？但加拿大跟中国签的是，你50%的电动汽车不能高于3.5万加元，所以这个通用就非常生气，所以那你这样的话，让我们美国的电动汽车在加拿大以后就不好玩了，是吧？但是加拿大跟中国就是签署这么一个协议啊。那当时特朗普听到以后也是非常生气，包括那贝森特听到之后也是非常生气啊，就说我们美国是不会接受这个的，就是那个减少100%的关税，我们还是要坚持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100%的关税。那特朗普呢，当时就警告加拿大，说加拿大，你注意啊，跟中国做生意啊，很危险啊！你们如果把加拿大当作是中国廉价商品的中转站，搞到我们美国来，我美国要对你们加拿大征收100%的关税，你小心啊！我告诉你啊，莫道言之不预也。但是加拿大还是坚持跟中国签署这么一个协议啊，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另外一个呢，中国就取消了加拿大的菜籽油的这个附加关税，因为2024年啊，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100%的关税，中国对等报复啊，于是就把加拿大生产的菜籽油这个关税啊，一下子从15%提到了84%。那加拿大是全世界最大的菜籽油的生产国，那乌克兰也是啊，但是加拿大比乌克兰的产量还要高一些。加拿大生产的菜籽油啊，绝大部分都出口了，出口的菜籽油中间呢，有67%卖给了中国。中国在2023年这一年啊，一共进口了637万吨的菜籽油，其中有612万吨都来自于加拿大。那你想想，大概有95%都是从加拿大进口的。结果在2024年，中国突然加征84%的关税之后，那加拿大的菜籽油就没办法卖给中国了哈，一年的出口额好像都降到了400多吨，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那么这一次中加应该说谈成了一个双方的经贸协议嘛，中国也取消了菜籽油的这个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呢，中国又宣布呢，加拿大这个拿护照的人啊，到中国可以免签。所以你可以看到，双方谈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经贸合作协议。这是加拿大的访问中国所达成的一个协议啊。紧接着我们再看英国啊，英国这次访华的时候啊，英国的总理斯塔默他也带了一个60人的访华团队啊。这斯塔默过去没怎么当过国家元首，他是2025年3月份的时候英国工党获胜了，还第一次当英国首相。
到中国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仪仗队接待的这斯塔默都没太搞清楚走到什么地方，李强就把他拉到这边来了，但是好像他还是忘了鞠躬，那就是英国这边的礼宾部啊，可能跟他的沟通出了一些问题，整个这个程序不是特别熟悉啊。当然了，我看很多外电也讲了啊，这斯塔默这次访问中国啊，中国对他好像有些轻视，包括英国媒体也讲了，说到中国受辱。你看到故宫去访问吧，中国官员都没人陪同，就派了一个翻译，而且现场呢也没清场啊。那你想想，当年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那习近平陪同在那个故宫溜达，是不是？那你这个英国首相现在到故宫的时候，基本就像一个普通游客一样，然后去上海，到了那个浦东新区那边看，给人感觉啊，说时光流逝。为什么呢？说这个100多年前李鸿章访问英国的时候，也被英国震撼了。你瞧瞧，现在时光荏苒呐，这个角色发生的颠倒啊。斯塔默访问上海的时候，也被上海所震撼了，到中国受辱。这个层面咱就不分析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达成的协议啊。斯塔默这次访问中国啊，实际上提前就做好了一些准备，就是中英外交领域内的冲突主要有2项，一个当然是人权领域的问题了，就中国一直认为英国在干涉香港的内政。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一直希望在英国啊建一个新的大使馆，但是一直卡着没批。这事情是怎么来的呢？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使馆，那时间还要上溯到1877年。当时中国的海关，那当时总税务司叫赫德嘛，赫德是个英国人嘛，他当时就跟中国政府建议说，中国你得睁眼看世界啊，你得到国外去驻节。于是中国的第一个驻外的领馆就设在了英国，第一个驻外使节就是郭松涛，郭松涛被称之为中国睁眼看西方的第一人呢。那么当时在英国啊，就租了一块地，这块地呢，就租期呢是999年。后来当时孙中山到英国的时候被他抓起来了嘛，就关在了中国驻英大使馆啊。那么这个大使馆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就继续使用啊。然后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这块使馆呢又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块使馆的面积它比较小，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啊，中国把这个使馆给拆了重建了，建完之后呢有6000平方米，但总体来讲呢，到现在给人感觉也是不够用了。所以2018年的时候呢，中国就花了2.55亿英镑，把英国原先的皇家铸币厂那个旧址给买下来了。那个地方就比较大了啊，说有5英亩，那5英亩啊，如果是重建的话啊，大概可以建几万平方米的这个建筑啊，那这个一下子那就扩充好多倍啊，7、8倍啊，那就是会成为中国在整个欧洲最大的一个领事馆。就这个方案呢，当时就被英国当地的议会啊一致给否决了。为什么否决呢？说中方提供的这个施工图纸啊，说那建筑啊的底下有几个地下通道，这地下通道啊里头有很多房间，这房间有200多个，光地下说200多个房间里头有很多还涂了黑，这个没有说明功能。还有这个地下隧道离旁边的英国的金融城啊地下的光纤呢距离非常近，说你说搞这个东西啊，是不是要窃取我们英国的金融数据的秘密啊？所以当时一致就把这个方案给否决了，这就卡在这儿了。那么英国当时在中国也要扩建领馆啊，中国呢就宣布也不批英国的领事馆，所以这个双方的这个领事馆的迁址问题就成了中英两国这些年来在缺乏互信基础上最大的一个争议。那么后来这个斯塔默攻打不是获得了胜利嘛？斯塔默这个获得胜利之后呢，就把这个问题啊由地方议会决定的权限提到了英国的国家层面。后来呢，英国的这个驻防大臣就批准了这项建议，就是这个迁址计划。这个时间是去年10月份还是11月份，这个也就是斯塔默访华之前1、2个月的时间，算是扫清了中英两国最近一段时期内外交领域内纷争的这2大纷争之一的一个问题。斯塔默这次访华呢，一共带了60个人代表团啊，除了大英博物馆很多博物馆的馆长以外还带来了一些企业家，比如呢阿里斯康那个 CEO 随团访问中国。到了中国之后呢，就宣布阿里斯康要在中国进行投资150亿美元，
到2030年之间，你想想150亿美金呐，那就折合起来1000亿人民币啊，在中国搞研发中心啊，搞市场中心啊等等啊。与此同时呢，中国呢也宣布把苏格兰的威士忌啊关税啊由10%降到了5%。然后呢，中国又说了，说这个英国的护照到中国旅游也可以免签，可以单独待30天，不用签证了。然后当时中国在反送中运动的时候，不是有很多英国的议会的议员啊抗议中国啊，中国就对有一些议员进行制裁，说这些议员呢都属于反华议员，中国不欢迎他，不能进入到中国。那么把这些制裁啊都取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英国跟加拿大访问中国啊，应该说啊，双方在经贸领域内的合作啊，取得的成绩啊都是比较显著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过去一段时期内跟中国关系不是特别融洽的这西方这几个主要国家开始纷纷跟中国接触呢？跟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呢？那在我看来，就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总统的川普。中国正在享受着川普红利。为什么说在享受川普红利呢？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川普上台这1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干了什么啊？首先上台之后没几天，开始搞这个贸易战。这贸易战相当于当年老佛爷啊，向全世界宣战的。他不是说只对中国宣战的，是去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通通宣战，搞了一个公式，通通都按这个来。英国也得交，新加坡也得交，然后这个加拿大也得交，你都得按照这个方式。结果搞得全世界这个经贸领域内大乱，对不对？大家都得跟美国去谈。这中间呢，就只有中国跟美国硬刚。结果硬刚的结果，到去年大家都知道，11月底的时候，特朗普到了这个釜山，跟习近平亲自敲定了协议，双方达成妥协了，又恢复到原状去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跟美国硬刚的结果，因为中国用稀土掐美国的脖子，用这个大豆掐美国的脖子，结果互掐脖子的结果，就双方同时松手了。但是那些盟国呢，跟美国不能掐脖子的呢，那只能在美国的逼迫之下就范，要求向美国投资多少，然后关税才能下降，然后承诺在美国必须购买多少商品才能承诺这个关税下降，屈辱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最近几个月，川普突然开始就盯上了加拿大，盯上了格陵兰嘛。他不是说过好几次吗？他说加拿大这个国家其实啊，最好的位置就是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What I'd like to see, Canada become our 51st state. We give them protection, military protection. We don't need them to build our cars. I'd rather see Detroit or South Carolina or any one of our Tennessee, any one of our states build the cars. They could do it very easily. We don't need them for the cars. We don't need them for lumber. We don't need them for anything. We don't need them for energy. We have more energy than they do. We don't need them for energy. 是吧？这其实你看跟美国这么近，然后呢，你加拿大你什么都靠美国，你军事靠美国，经济上也靠美国，你实际上就差不多就相当于美国的一部分嘛，毫不掩饰啊，就是准备把加拿大吞并的这个野心。然后紧接着呢，又对格陵兰下手，说我们想把格陵兰买下来，是吧？这个格陵兰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啊，都军舰呐、商船呐，都开始在北极这个地方开始游弋啊，然后在这个格陵兰这个地方搞存在感呢。那美国必须维护北极的这个安全，要买这个格陵兰。那丹麦不卖啊，格陵兰也不卖啊。那么川普当时说了，我不管你卖不卖，反正我就是要拿下来，把整个欧洲国家都吓坏了。把丹麦都吓坏了，说这个过去都是前苏联才搞这种方式，现在没想到美国这俩眼一摸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川普在外交领域内啊，就是这种扩张主义，就是针对格陵兰和加拿大。你想想，主权国家的领土啊，这个是不容侵犯，这是联合国的宪章之一，美国已经完全不遵守了。第三个方面，过去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吗？那川普这1年多的时间也折腾的差不多了，威胁好几次了要退群，说你们这个北约的国家都占美国的便宜，你们赶紧把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5%，否则的话我们以后美国都不管你们了。所以搞得吓得是欧洲国家也纷纷开始提高自己的军费开支啊。那么川普啊，他这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他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
就是他过去的这些盟国开始跟美国离心离德了。那么离心离德过程中间所形成了一种新的外交思维。这个新的外交思维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今年1月份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在达沃斯的一段演讲。这段演讲在我看来非常之重要，它可能概括了未来若干年这西方许多国家的一个外交的新思路。 Seems that every day we're reminded that we live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at the rules-based order is fading, that the strong can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must suffer what they must. And this aphorism of Thucydides is presented as inevitable, as the natural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sserting itself. And faced with this logic, there is a strong tendency for countries to go along to get along, to accommodate, to avoid trouble, to hope that compliance will buy safety. Well, it won't. 我在这里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卡尼的这个演讲开篇就讲了，他说现在是一个大国竞逐的时代。这个大国竞逐的时代很多国家小国面对这个大国的竞逐，不得不选边站，不得不忍让、妥协、屈辱。他说这个大国为所欲为，导致了这么一个新的这个国际格局。紧接着他就讲一段话。In 1978, the Czech dissident Václav Havel, later president, wrote an essay called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And in it, he asked a simple question: how did the communist system sustain itself? And his answer began with a greengrocer. Every morning, this shopkeeper places a sign in his window: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He doesn't believe it. No one does. But he places the sign anyway to avoid trouble, to signal compliance, to get along. And because every shopkeeper on every street does the same, the system persists. Not through violence alone, but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ituals they privately know to be false. 所以他说，你看哈维尔讲他说共产主义的统治它不仅仅靠暴力，它也靠普通人的顺从配合嘛。但是你配合这个暴力统治嘛，所以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统治的脆弱性也在于，如果没有人的配合，他这个统治可能就难以维系。When even one person stops performing, when the greengrocer removes his sign, the illusion begins to crack. Friends, it is time for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o take their signs down. For decades,什么标语啊？接下来，他说我们过去一直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存在的。他说，二战之后，以美国构建的这么一个体系什么体系呢？他说这个体系是美国构建起来的吗？这个体系提供了金融安全，提供了一个集体安全，提供了一个出现纠纷的解决机制，对吧？他说，你看这样的一个机制里头最重要的特点是可预期性。我们加拿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获得的一个持久的繁荣。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这个机制是存在的，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但是现在变了。But more recently, great powers have begun us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weapons. Tariffs as leverag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s coercion, supply chains as vulnerabilities to be exploited. You cannot live within the lie of mutual benefit through integration when integration becomes the source of your subordination. 这个大国可以基于自己的需要，一夜之间不承认这些规则了，或者说他将这个规则随意进行解释，由此他把经济一体化当做了外交的武器，把关税当做了谈判的筹码。那么我们这些中等发达国家怎么办呢？他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随波逐流，那你就会成为别人谈判桌上的菜。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思路。And our new approach rests on what Alexander Stubb, the president of Finland, has termed value-based realism,
Or to put another way, we aim to be both 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Principled in our commitment to fundamental value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except when consistent with the UN Charter,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pragmatic in recognizing that progress is often incremental, that interests diverge, that not every partner will share all of our values. So we're engaging broadly, strategically with open eyes. We actively take on the world as it is, not wait around for a world we wish to be. 这是大国竞争的过程中间，你不能只靠一个国家，而且你要知道，你要承认呢，就是在你这个盟国中间啊，不同国家之间也是存在着利益分歧的，甚至会存在冲突的。别人有可能是跟你翻脸的，那在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要进行风险管控。怎么进行风险管控呢？所谓的风险管控，就是你不能再单独依靠一个国家。你想加拿大过去啊，一直跟着美国啊，美国的小弟啊，为美国的马首是瞻呐。美国当时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美国是要保护自己的汽车产业，对吧？你想想美国的国内的那个福特、通用，那是美国是汽车强国吗？加拿大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电动汽车产业的，但是他就是为了跟美国配合，也宣布对中国加征100%的关税。当时在全世界里头啊，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只有加拿大一个国家。那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是很铁的，当年包括孟晚舟事件啊，那也是加拿大把孟晚舟扣下来的。然后最后呢，美国跟中国谈判解决了孟晚舟的事件，加拿大那几年夹在中间一直受气啊，中国把加拿大的几个人给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头，那也没抓美国人呢？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加拿大你扣的孟晚舟吗？你想想加拿大为了美国付出多少，结果呢，美国在关税战的时候直接向加拿大开战呢。所以你看加拿大他就觉得我过于依赖美国的结果是，万一美国有一天真拿加拿大下手的话，我们加拿大还真就没有什么退路。所以我们加拿大现在要改弦更张了。所谓改弦更张，他就讲了，在新的时代里头，不同的国家要基于不同的战略目标，组成不同的利益联盟。To help solve global problems, we're pursuing variable geometry. In other words, different coalitions for different issues based on common values and interests. So on Ukraine, we're a core member of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and one of the largest per capita contributors to its defense and security. 乌克兰的主权，跟欧洲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你比如说格陵兰的问题，坚决站在丹麦的立场上。On Arctic sovereignty, we stand firmly with Greenland and Denmark and fully support their unique right to determine Greenland's future. 反对美国针对格陵兰的主权索取、勒索。然后紧接着他又讲了，他说啊，中国也是个大国，但他没明确这么讲，意思就是这样，中国也卡别的国家脖子啊，比如说这个稀土，说卡美国、卡其他国家，那西方国家也受不了。On plurilateral trade, we're championing effort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would create a new trading bloc of 1.5 billion people. On critical minerals, we're forming buyers clubs anchored in the G7 so that the world can diversify away from concentrated supply. 希望在这个买家联盟里头自己来开发稀土资源，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你比如说 AI 这方面啊， We're cooperating with like-minded democracies to ensure that we won't ultimately b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hegemons and hyperscalers. 他说要跟其他的民主国家联合，防止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选边站。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卡尼就提出来这中等国家啊这么一个新的外交的新思路。他的这个演讲结束之后，我看底下哗大家都鼓掌啊。那主持人就跟他讲，他说在达沃斯啊这个演讲过程中，很少有一个国家的首脑啊在演讲过程中间经常被底下的人给打断鼓掌。那是卡尼的这个演讲啊，确确实实啊是受到了欢迎。那当时特朗普当时就不爽了。
We're building a golden dome that's going to, just by its very nature, going to be defending Canada. Canada gets a lot of freebies from us, by the way.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also, but they're not. I watched your Prime Minister yesterday. He wasn't so grateful. But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to us. Canada lives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member that, Mark, the next time you make your statements. 可是你们现在呢，没有感谢美国，你们跟英国一起都跑到中国去，跟中国去谈判，很危险，很危险啊！我提醒你们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正是在特朗普的这种外交攻势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之下，才把加拿大、英国也包括韩国推到了中国这一边。你说中国变了没变？没变吗？那么变的就是美国嘛，因为习近平这些年来他的这个外交思路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我个人觉得特朗普这个人呢，他最近几年最大贡献是什么呢？他把过去几十年来啊战后的这个所谓的国际体系的叙事结构给打破了。你想想，战后的国际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叙事结构呢？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对吧？东方跟西方之间对撞，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竞争，市场和计划之间的角逐，专制和独裁之间的对抗，对吧？这是整个二战之后啊这个国际格局的二元法。那么美国就是西方这方面的领袖，都代表着民主的、市场经济的、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一个群体嘛。而呢，原先是苏联，现在是中国，代表着东方的势力啊，代表着计划的、独裁的、威权的，是吧？社会主义的，对抗着西方。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特朗普上台之后，这套二元叙事结构已经彻底被打破了。美国的现在的一个外交思路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跟其他国家。不存在东方和西方了。那么我考虑的所有的国际问题，都是我以美国的利益为核心，其他所有的国家，加拿大也好啊，英国也好啊，台湾也好啊，中国大陆也好啊，通通都是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你们都必须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侵犯了我美国的利益，我呢格杀无论。那么这个美国，因为常年作为西方阵营中间的领袖，当他把这个游戏规则改成这样的话，那哪个国家都必须自保啊。那么他就会发现所谓的二元对立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就是两大国的竞争，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然后呢为所欲为。这就是卡尼这段演讲过程中间的精髓嘛。那么由此啊就带来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以价值观主导的外交格局渐渐的消失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英国首相斯塔默这次访问中国啊，有记者问他说这个黎智英啊现在在香港这受审呢，你有没有问呢？因为过去的西方国家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按惯例都是要提人权问题嘛。斯塔默这次啊调门低多了。Well, we raised those issues as you would expect. Part of the rationale for engagement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both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re available, which is what we've done, but also have a mature discussion about issues that we disagree on. 他说他提了，那不提不好意思啊。但是呢，提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就说双方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调门低多了。你可以看到了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无论是英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也包括这个韩国也好，都开始采用务实的态度跟中国打交道了。而中国呢，手上有底牌啊，什么底牌啊？一方面它拥有比如说稀土啊这些东西啊，大豆啊、菜籽油啊，卡西方国家的脖子。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巨大的中国市场本身对这些西方国家呢，也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一旦这些美国过去的这些小弟啊，抛弃了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整个西方阵营就由过去啊集体围堵中国这个缺口啊就被打开了。那么中国就会跟这些国家里头建立一个中国愿意看到的以务实和弹性的方式构建的新的外交格局。所以啊，不是中国发生什么变化，就是中国在享受着特朗普红利。我要是习近平啊，这特朗普不是马上访问中国了吗？今年4月份的，
当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一定给他授予一个大大的小红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他真的是对中国的外交格局的拓展起到了莫大的贡献。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Building a golden dome that's going to, just by its very nature, going to be defending Canada. Canada gets a lot of freebies from us, by the way.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also, but they're not. I watched your Prime Minister yesterday. He wasn't so grateful. But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to us. Canada lives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member that, Mark, the next time you make your statements. Would you like me to say a few words of Greenland? I was going to leave it out of the speech, but I think I would have been reviewed very negatively. I have tremendous respect for both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and the people of Denmark. Tremendous respect. But every NATO ally ha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defend their own territory. And the fact is, no nation or group of nations is in any position to be able to secure Greenland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 great power, much greater than people even understand. I think they found that out 2 weeks ago in Venezuela. China is saying to all of these countries, look, I'm here, I will offer you a deal, we'll sit down and negotiate.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China doesn't see alliances in the same way perhaps that the West does. It doesn't demand fealty. It doesn't demand you adopt its ideology. In many ways, it sees it as very transactional. China is not asking any of its business partners to choose between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Trump, however, does seem to have an issue with some of this. So what are our options? In 1978, the Czech dissident Václav Havel, later president, wrote an essay called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And in it, he asked a simple question: how did the communist system sustain itself? And his answer began with a greengrocer. Every morning, this shopkeeper places a sign in his window: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He doesn't believe it. No one does. But he places the sign anyway to avoid trouble, to signal compliance, to get along. And because every shopkeeper on every street does the same, the system persists. Not through violence alone, but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ituals they privately know to be false. Havel called this living within a lie. The system's power comes not from its truth, but from everyone's willingness to perform as if it were true. And its fragility comes from the same source. When even one person stops performing, when the greengrocer removes his sign, the illusion begins to crack. Friends, it is time for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o take their signs down.